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到欢瑞对诚意无底线压榨，才明白杨紫为何痛快解约。今年暑假莲花楼强势来袭，席卷网络。尽管多次被打压，可热度仍然很高，最终破万。诚意把他学跳女团舞 Queen Card 的承诺给兑现了，这下才清楚，网传的那个欢瑞太子爷，说到底也就是个打工的。在这段让人忙乱的女团舞登上热搜后，其中一个盲点把网友逗得直喊肚子疼。原来他跳舞时的背景音乐，竟是用另一部手机放出来的。就在众人乐呵着谈论他老干部人设没垮的时候，细心的网友这才明白，他可不是不爱上网，公司压根就没给他上网的时间。2025年，他借由于正的《美人天下》李小璐为这个角色踏入了娱乐圈。接下来的几年，他在不少电视剧里演主角或者配角。然而，他一直没等到自己能出人头地的时候。不过，或许努力的时间长了，终归是会被注意到的。这会儿，有人给他递来一根橄榄枝。2025年，他跟欢瑞影视正式签了约。这真不知是算幸运呢，还是算不幸呢？原本想着靠着大树能好享福，这下能顺势而上了。没想到从此他就被直接关上了天选打工人的名头。风水来回转，打工人总算等来了自己的好时候。2025年，他作为主演的古装仙侠剧《琉璃》开播了。这部剧的火爆劲儿能跟今年的《莲花楼》比一比。妆容很赞，剧情却让观众心伤。男女主角借着这部剧都进入了大众视线，还老是占据热搜榜第一。照常理讲，这部剧肯定能让诚意进入一线小生的队伍，但他差点就因为这事儿退出圈子了。在3年前那琉璃的云歌会上，他啥也没干，结果被骂上了8个黑热搜，直接就在一夜间掉了10多万粉丝。这恐怕是他遭黑的最狠的一回。他在现场给别的女演员让位置，这过程仅有2秒，直接恶意把他说成不尊重女演员，还故意慢放曲解他，说他一直沉着脸，不跟女演员积极搞宣传活动。没几个人看完整的云歌会，就凭这些动画图像去评判他，有几个人会在意事实的真相呢？临近结束，全剧组的人都因即将分别而眼眶湿润。诚意就只是没来得及去安慰女主，被指全程黑脸，搞职场霸凌。但要求亲手拆 CP 的是欢瑞，最后啥都让诚意扛下了。这几年，他跟拼命三郎似的，老是待在各个剧组里。有人说欢瑞把诚意当太子爷，说他是实打实的资源咖，但哪户人家的太子爷能一年到头都不休息呢？拍《沉香如屑》那会，他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各种高空打斗的戏份，他都坚决自己上，不用替身。在某次拍摄中，他从高达4.5米的屋顶径直掉落，右腿当时就骨裂了，还打上了石膏。即便这样，欢瑞还是没给他休息的机会。他很敬业，不想让自己拖累剧组的进度，于是他把拐杖当做了自己的另一条腿。他每天都是拄着拐杖拍戏，靠着轮椅上下班。随后，他的日常就是不停的无缝进组。琉璃一开播，他就连夜赶去与君歌剧组了。与君歌举办发布会的时候，他紧接着又奔去了沉香如屑剧组。在沉香如屑的宣传直播中，他身着的是莲花楼里的戏服，不是在演戏，就是奔往演戏的途中，似乎要把他身上的所有可用价值都给耗尽。这就是欢瑞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。当初杨紫快解约那会儿，还得临阵受命，在最后关头的去收拾沉香如屑这一烂摊子。男主角的人选起初是任嘉伦，
接着变成了秦俊杰，最后又成了程毅。凡是能摆得上台面的都展示了一番。然而这一步步把杨紫的路人缘和热度都给消耗掉了。然而真正使他大火的剧，没一部是欢瑞参与的。从亲爱的、热爱的到香蜜，欢瑞都没在里头出现。难道这就是杨紫果断解约的实情吗？公司硬让程毅一部接一部的拍古装剧，压根没寻思过他转型这事儿。然而他看准时机，迎难而进，不顾公司阻拦，执意接演底线。就算这样，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那时公司不想让他去拍那种赚不到钱的戏，不过执着的他特别想去试试新领域。他为了让导演看到自己的诚心，情愿把自己的片酬和待遇降低。他这么做，直接把欢瑞的高层给得罪了。不过还好，他自己挺争气的。他成功获得角色，并借这部剧顺利实现了转型。今年夏天《莲花楼》热播，他就此逆风翻盘。就算欢瑞在背后搞防暴操作，可还是挡不住他一路高升。走到当下这一步，他花了整整13年。好比《莲花楼》中的李香怡那样，以前觉得他把那些角色给演得特别生动，但这回似乎就是专门给他打造的角色。常人无过，知因有宝惹祸；树木出众，定遭风折。他既有演技，又有流量，为此招人嫉妒，那又能怎样呢？他依旧能够在狂风暴雨中闯出一条道来。